你好，你好，火，咱们这是北京，北京真是美食荒漠吗？点了一个，这什么东西啊？味儿还是可以的。太古饼，这叫麻酱烧饼，麻酱烧饼。3点那顿不是不好吃吗？没吃2口啊。我平时做饭嘛，我是会做饭，但是我平时不做饭。现在都是我妈妈做饭。没吃北京炸酱。其实，我就觉得北京炸酱面是好吃的，但你不要吃外卖。就是你要吃外卖的话，那个面就坨了，就不好吃了。我吃的是麻酱土豆粉，就是这个麻酱的烧饼。新浪微博关注我好久了，新浪微博我都找不回来了。账号我得有3-5年没用了吧。它这个不辣也不麻，就是麻酱味儿，咸的味儿。
大鸟爱运动飞。你现在没有工作了，靠什么还房贷啊？我之前也没有工作呀。我之前也没有工作呀。不是汉堡，是那个烧饼。我从14年就没有工作了。那我来这边看别人的演唱会。只要全款。是啊，只要全款。一个月不是接近3万的房贷吗？哎呀，这些东西吧，对，我上次说过，但是这些东西吧，算是我个人隐私，就是你就不要问了啊。再有呢，就是你不要按照常规的思想去考虑，就是别人的生活。就比如说人家做生意，他不可能他有多少钱他都拿来做生意，他肯定会有所保留的做生意，能明白吗？比如说他有1000万，他拿出300万去做生意，哪怕这个店不开了，他还有700万，能明白吗？就这些东西吧，这我怎么跟你解释呢？是有房贷，那有房贷咱不也有存款吗？啊，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就是你买房子，你不可能就是说你咔嚓一下，你把这个钱都就是全砸在这个房子里边，能明白吗？这个能明白吗？你要问我这些东西，我就告诉你。你要是，但是我就觉得这些问题吧，毕竟是个人隐私的东西，特别是有关于米的这个问题啊。我就这么说，像我们这个岁数啊，35岁了，又是做自媒体的，我们很多情况下，是做事情非常保守啊。这回你能听懂吗？你能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和小大夫分手就是没工作去大哥身边生活了吧？需要重新挂大哥了吧？那你不是这个叫理什么的，就理什么的？那你一开始你就问这个话题就好了呀，你不用在那块这拽那拽的，就是在你心里你定义我，那你就直接跟我说，你说哎你是不是那个这个跟小大夫分手，然后是找大哥去了，是不是？你就直接说就行，你不用就拐着弯的，就是说你直接定义我就好了你直接定义我就好了。对你直接说就好了，那我就觉得你说话很绕你看他问我完了，我给他解释，解释完以后他还是要定义你，那你就直接就说就好了你直接就说就好了。你怎么总在吃？我下午的时候没吃多少。这个叫土豆粉，下午特别难吃，然后最近有新拍会拍，但是现在没有。这个是土豆粉，不是麻酱土豆粉。下雪了是啊，刚才我看着下，所以酒店里边有点冷了。颐和园我都没去过，我就去过故宫。颐和园是看什么？颐和园也是看那个就那些建筑吗？不能听我的歌，为什么？哦，就是我觉得北京的东西真的不太好吃。我这几天都点外卖吃嘛，都不好吃。就这几天的外卖
好吃。西安的辣椒太辣了。西安的辣椒就是很香，但很辣。我在西安的那个微辣我都有点吃不了。我不知道你们西安为什么那么能吃辣。辣的呀，我就觉得比四川的辣还要辣。对，全是红油。我就觉得西安好多吃的就是红油。不放辣椒，那估计也不好吃啊。那我就说，这你们的辣椒粉太辣了，就是品种。对啊，真的很难吃，吃不下。我在北京基本上就是喝酒，然后就吃的东西我都觉得说，哎呀，你要单独让我去吃的话，我觉得不好吃。我再聊十分钟，我就得下播了。下播我要去看那个熊猫堂崔云峰的首唱会。刚才不有人说那个我跟小大夫分手是因为我要去找大哥吗？就是我这里，就是我说句真心话啊，就是你要是就是我知道就是我的直播可能会比较有个性啊，可能会得罪人之类的，但我就会觉得说那些讨厌我的人就不用说来问我或者试探我。啊，你就直接就定义我就好了，因为你索性你都是讨厌我，你就直接就定义我就好了，你不用来试探。什么我找大哥怎么样？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所有我的情感世界里边，大部分都是我甩别人，就是我提分手。有个别的是我觉得不太合适分的手，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会觉得说，哦，这不是我想要的。而真正就是说走入我内心的，或者说我选择的感情，基本上对方都是比我年纪小，没什么钱，心智不太成熟。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就是喜欢小孩儿。说我找大哥呢，无稽之谈。哪个大哥，我就是对我再好，我也不会，因为我的喜好就是小孩儿啊。再一个呢，就是你为什么就是这么觉得我呢？可能是因为我曾经骂过你，或者是我曾经就是你说什么东西，然后我就直接
怼你了，这个都无所谓啊。你要是就是从此讨厌我就讨厌我就完事儿了啊，你不用来这块儿就是恶心我，你恶心我，你恶心不到我，因为什么呢？就像刚才有人说啊，你什么找大哥？我这么多年的努力，你不了解我，所以你不知道我这些年有多努力。所以我给你解释，那你想想，我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孩子，然后我能发歌、写歌、拍剧，啊，能开酒吧，然后能怎么地，我能有这些经历，就比你强100套了都已经。因为就是你的生活会比较平淡，所以你不能理解，就是说一个人他，哎呀，他怎么能拥有这些东西？只要你敢想，就能拥有，能明白吗？就是如果说你是想平庸的过一辈子，没有人会愿意去搭理你或者帮你。但如果说你是一个给别人就是传递出非常有能量的人啊，全世界都来帮你。所以就是有很多人就说，哎，你凭什么？你凭什么？我凭的是我自己的本事和我自己的上进心。这些东西，因为这很多人会说白里头我长得也不好看呢，他凭什么有这么多人帮他？在你的认知里边，一个人只有好看的时候，别人会帮他，所以你的生活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浅。就好比就是说，我跟小大夫分手，很多人会说啊，那个百里不如小大夫好看，怎么样的？就是你会这么评判一个人优秀不优秀，所以可见就是你的认知里边，哎呀，我就跟你普及不了，我也跟你沟通不了，你能懂吗？就是你们能懂吗？这一段感情里边，你会觉得好看的那个人是有本事。那我很奇怪，那么多好看的人跟我拍剧，他们又图什么呀？是我求他们拍的吗？所以就是在你的世界里，你压根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强。相反的，人人都看表面的东西，那你怎么能成功呢？你就像你一直误解我，因为你就是理解不了，能明白吗？因为这个认知，刚才就有人说你每个月3万多块钱的那个房贷，你现在不工作怎么活？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贷款买东西是现在的主流？我贷款买东西不是因为我没有这个钱，是我要贷款，我要把钱留在做生意上，或者留在另外一方。这个有没有可能呢？因为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好像就是你不能懂，你可能会觉得，因为你的消费观里面好像就是说，哎，那个你有多少钱花多少钱，为什么要都花掉呢？所以这些东西吧，就是你可以，你直接就定义我就好，你不用来问我。你看你又问我，然后你又听不懂，然后就觉得所有人都是找大哥。大哥，我这么努力的生活，我用找大哥，那努力算什么了？你们回答我，我就是但凡了解我、看过我3年5年的网友，都知道我有多努力。然后我这么努力，我还要找大哥，那我的努力是什么？世间上的努力又是什么？别人都在出去玩，别人都在赚了点钱，就去各个地方去玩的时候，你什么时候见到我出去玩了？因为我是做酒吧行业的，大家放假的时候我是正忙的时候，我在那儿就是说，天天应酬喝酒的时候，因为你看不见，因为那个时候我没在直播，所以你不能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否定掉了。我的努力是一个人的努力啊，
对不对？那我在努力的时候，然后我咔咔拍直播，那是作秀啊。那我就给为什么我是优秀的，我是努力的？一个内向的人，然后完全没有做生意的经验，然后也不太会社交的人，逼自己干了3年半的酒吧，为什么呢？因为我想有这样的经历，我想让自己变化，让生活改变，所以我逼自己从内向到外向，逼自己就是说从不社交到现在我完全不惧怕任何的场合了。你现在你让我说见谁呀，什么什么在什么场合呀，应酬啊怎么样，轻松，对，就是轻松。所以就是这是我的努力啊，这是我的努力的结果呀。我为什么不可以成功呢？对吧？我为什么不可以成功呢？什么原因分手？这个与你无关。第二点呢，我要是再说什么为什么分手，可能对人家另外一半不好，你们也不用问我啊。所以就是，我就人就很奇怪啊。我是承认说我长得没有那么好看，但是我也算是这个圈子里顺眼的人。你又不要以长相去定义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啊，因为因为好看的人，他的成功是在很多的成功是在作秀，我没有，我就是靠一些自己的努力啊，然后打拼啊，性格呀、人格呀，去获得了我现在拥有的东西。直到现在，我完全可以不靠任何人去生活，能明白吗？啊，那个，就有人说，那你现在房贷怎么办？我2套房子，我租出去1套了。你别看我就是买了一个公寓，但是我这个人非常，我觉得是当时我排除了所有人的异议，因为当时我要买公寓的时候，所有人都不同意，说公寓难出手。我说这个地点好，因为我的房子是地点算是罗湖区非常牛逼的地点了。就是我不到50平，不到实际面积不到50平，我现在的房租是9万5，你们能想象吗？我不到50平的实用面积，装完修肯定不到50平。我现在的房租是9500，那为什么呀？因为我当时我就是要好的地点，我就是有一天我要租啊，我要把它放租啊，这是你的脑子。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我不在乎这些东西，我要就是更大一点儿啊，更大一点的那个就是面积，然后怎么样的。但你们记住了，就是我现在说的一句话，你们要完全记住了，就是你们完全记住了，就是买房子最重要的是位置，买房子最重要的是位置，买房子最重要的就是位置。所以这些东西，有些人他是不懂的呀，他就会说我要挑好的物业啊，哪怕便宜点，我要好的物业，或者说那个我要那个就是这么贵，我可以在郊区买那个稍微面积大1倍的，那你大1倍，那你到时候你房子你卖或者说你租，你能好租吗？你卖你能好卖吗？这是最根本的。你们要知道，就是有一个数据是什么？一个人的房子
大概率是8年就会换，就一个人第一套房子大概8年，第一套房子可能不会跟他一辈子，大概8年左右，他就要就转了啊。这个是你们要学会分析和看数据，就很多东西你们就不看不学不研究，那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这个都是你要去，对吧？我买了只为住，所以就是你就是我不是说你这种观点不对，原野野原，就是我不是说你的观点不对，但是有没有可能你以后有钱了你要换房子呢？那你当时精挑细选，或者说你精装的一个房子，你卖了你可什么都带不走啊。因为你有条件你更好了，那这个房子它就会卖给别人。你有条件更好的时候，难道你因为他说哎这是我人生第一套房子我不卖掉？你这几乎没有这样的人啊。所以就人生是有很多的变动的，你想不到，你就没有办法去应对它。我都跟小大夫说，我说你买那个房子，我说位置好，他那个房子是在惠州北站，离北站非常近，惠州北站。然后他说那个我说这个地点吧，确实是有点偏，但是你要记住了，肯定是好房子，以后好出手。他说我那个你给我买的房子我不会卖掉，我怎么的我都不会卖掉。我说屁话，我说你别给我整这些没用的，我说你这都是屁话。到时候你缺钱了，你就是会卖掉。到时候你有更好的选择，你有更多的钱了，你肯定会换一套大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选好的地点。就是不要觉得我平时吃外卖，然后就觉得我是没钱的人，我应该找别人。那如果说我要是找别人的话，我为什么要找小孩呢？就是我直播是在吃外卖啊，我直播是在吃外卖，没问题。但是我的外卖也可能价格不菲，可以到不菲，对吧？为什么看东西看这么表面呢？目前他这个年纪肯定是不会，是想不会卖掉。他这个年纪肯定是不想啊，那这个房子他是过2年就飞了吗？那你住了5年10年以后，你还是这个想法吗？你要把所有的想法你都想到了啊，你不能说你按照现在的眼界，然后你就说哎怎么样？你要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到才可以，这样你面对生活的时候你才能稍微顺利一点。太多工薪阶层一辈子就一套房了，那我不懂你的观点啊，那我不懂你的观点啊。为什么人生就一套房子？你没有点横财吗？你没有点梦想吗？啊，你没有点梦想吗？给他全款买房买车吗？我没有啊。你买了吗？你给他买的吗？我没给他买全款买车买房啊。是你打算给他买吗？哎呀，我就觉得有些孩子吧，那个思想那个思维呀，可笑啊！我喝一顿酒的钱可能是你2个月的工资，不是在，就说句实话，因为北京
北京的酒吧就是这个酒局文化呀，哎呀，我怎么跟你说呢？我记得4年前，我就认识了一个对我好的一个粉丝，然后他通过我身边的朋友联系到我，然后他是影视行业的很厉害的人物，他请我在北京，请我卡卡，还有身边的一帮朋友，我们吃那一顿饭至少2、3万块钱吧，我觉得。那个餐厅大家也可以搜，叫北京宴。北京宴那个餐厅之前是李晨儿他们的李晨儿还有一些明星去投的一个餐厅，这个你们都可以就是了解一下，对吧？那可能对于你们来讲的话，哎呀，这什么不工作就没钱了。那些富二代都没工作啊，那些富太太都没工作，那你觉得他们不在赚钱吗？他们往死了赚，别人吃饭就是在赚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的人他吃饭他在结交，他在谈事，这些东西可能是，哎呀，那些黑粉或者说那些网络喷子是理解不到的一些生活。就你们看《30而已》，《30而已》其实是很虚假的故事啊。30而已就是你看那个片子其实是很虚假的，但是里边确实是有一点很真实的，就是他们会社交。30而已最真实的就是每个人都会社交，都要社交，但是他们社交之后也是非常忙的，就他们不会像电视里说每天都在喝下午茶，不会，他们在社交。OK， 这场我必须得去应酬一下，紧接着我要全国各地飞了，或者说我忙起来了，不，就你们看，一定要交吗？怎么说呢？就是你赚钱可能是公司发给你，但可能有些人赚钱呢是双方交易啊。都是要接触人的。这些东西怎么跟你们讲？你还停留在就是什么那个打工的一个阶段，那我跟你讲这些东西，你压根都不明白。买房买车，在你们印象中买房买车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都是固有的一些想法。你想我为什么就在你们心里就是喝酒就是在玩儿，就你们会觉得说喝酒就是在玩儿，但其实我们在喝酒的时候，我为什么喝一顿酒8000块钱？为什么喝一顿酒8000块钱？因为我们去贵的地方去喝，去跟厉害的人去喝。而不是说我们喝酒就是哎呀几个人来2瓶啤酒在那块喝吃烧烤，那其实才那个就是纯付出，它是没有回报的。但你要去一个贵一点的地方，然后你接触的人都不一样，然后因为你比如说我带小薇，我一般带小薇，然后我都带她去贵的地方，然后结果呢就是我有朋友也会带他们去贵的地方。可能在他们眼里就说哎这好高级啊怎么样，所以他们接下来跟你的那个互动，比如说跟你的就是约会，比如说跟你的以后来招待你的时候，他们就不会低了，因为你的这个你已经把这个 level 给提上来了，他们自然也不会轻视你，
跟你的相处就是大家 OK 都是我很尊重你，因为你要知道给一个人花钱最能代表你重不重视。你要去那小餐馆吃个饭和你去5星级餐厅吃个饭啊，5星级那个2星1星的那个米其林，那它不是一回事儿，人家也不傻，就是你这个眼界这些东西你们压根都不明白。是北京的孩子都明白一点，就是我就是来结交人的，我就是来开拓视野的。以后我不会在北京扎根，但是我的眼界一定要打开，我得看，我得去听。我不一定拥有，但是我要明白怎么回事儿。好了，我不说了，我得赶紧洗澡，晚上要看崔云峰的演唱会。就好比我看崔云峰的演唱会，我不会获得什么。但是崔云峰的演唱会我一定要来，因为崔云峰的老板，我们约好了来，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人和事儿，啊，不说了。